刘曼琼很快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整个夜店的服务员好像都在分别跟其他桌的客人低声耳语着什么。随后很快的，与服务员交流过的客人便会立刻起身离开。他不由得一阵紧张，低声对叶晨说道，他们是不是已经找过来了？我看这些服务员好像不太对劲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，别紧张，好戏才刚要开始。说着又倒了一杯香槟，自顾自地喝了一口。很快夜店里的其他客人便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叶晨和刘曼琼这一桌。紧接着天花板上所有的灯光在这一刻瞬间点亮，将昏暗的夜店大厅照得亮如白昼。劲爆的音乐也已经戛然而止， DJ 以及服务员都快速地通过员工通道离开。随即一大群拿着砍刀的古惑仔蜂拥而入，将叶晨与刘曼琼围得水泄不通。叶晨不急不慌，一脸笑意，旁边刘曼琼则忍不住开口质问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当心我打电话报警了。话音刚落，便听一个戏谑的声音传来，刘小姐好大的脾气啊。随着这一句话，一个60多岁身穿唐装的老者双手背在身后迈步走了进来。此人便是港岛鸿门门主洪元山。与洪元山一起进来的还有摁钟子涛的父亲钟云秋，以及洪元山费了不少力气才招致麾下的林教头。刘曼琼从没见过洪元山，但因为洪元山在港岛名气太大，所以他一眼便认了出来。眼见洪元山都亲自来了，刘曼琼心里紧张无比，因为他知道看这个架势，今天的麻烦恐怕很难解决了。于是他语气中带着几分恭敬地说道，洪老先生，不知道您这是所为何事？所为何事？洪元山冷哼一声，质问道，是不是你们打伤了我的人，还掳走了我的干孙子？刘曼琼慌忙解释道，洪老先生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整件事都是钟子涛主动挑衅在先。一旁的钟云秋怒不可遏，脱口吼道，刘曼琼是吧？你最好赶紧告诉我我儿子的下落。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好看。坐在一旁的叶晨此时不由得挑了挑眉，开口道，我看你们两个也都50、60岁了，俩人加起来100多，都他妈要入土的东西了，竟然在这里联合起来跟一个女孩子叫嚣，传出去就不怕人笑话吗？洪元山一听这话，登时暴怒，厉声喝道，小子，你他妈可真是带种，我听说你是内地来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叶晨淡淡道，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一条牙都快掉光了的老狗，我管你是谁。操！一众小弟登时震怒，其中有人脱口骂道，你他妈敢骂我们洪门的门主，看我不砍死你。叶晨微微笑道，不是吧，一上来就要砍人？高潮进得这么快，不就没意思了吗？洪元山表情阴毒地看着叶晨，开口道，小子，你果然很带种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，你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叶晨哼笑一声，我是什么来头，你还不配问，你们不是想来解决问题吗？我现在给你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，你作为洪门老大，纵容你的小弟为非作歹，为虎作伥，看在你一把岁数的份上，今天你在这里鞠躬道歉，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追究。说罢，他指着一旁的钟云秋，冷冷道，你就是钟子涛的老子吧？你儿子今天对曼琼小姐图谋不轨，而你身为人父却教子无方，责任自然难逃，所以你如果现在跪下来给曼琼小姐磕3个头，我也可以不再追究你的责任。叶晨这一番话把洪元山和钟云秋都气得够呛，尤其是洪元山，他出来混了一辈子，
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叶晨这么嚣张的人。于是洪元山怒不可遏地对林教头说道：林教头，我要你给我把这小子的嘴撕烂，两边嘴角都给我撕到耳朵根，我看他嘴能硬到什么时候。林教头当时双手抱拳，遵命。说罢看向叶晨的眉头一皱，迈步便要冲上前来。叶晨看出他的修为，区区3星武者，在他眼里连条狗都不如。真要动起手来，一拳打死他，远比不打死要容易得多，因为面对这样的武者，不好控制力道，稍动一点灵气，就把他打得死死的了。就在这时，刘曼琼忽然站起身来，当在叶晨身前开口道：洪先生，有话好说。我这个朋友脑子不太好用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这件事我可以让我爸爸过来解决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洪元山一听这话，立刻叫住了林教头，随后饶有兴致地看着刘曼琼，笑问道：刘小姐，你确定你爸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吗？我这个人胃口可是很大的。刘曼琼咬了咬牙，坚定地说道：我可以让我爸过来跟您面谈，但前提是您不能动手，否则的话就没有谈的意义了。洪元山点了点头，笑道：我对刘先生也是非常佩服的，虽然以前有过几面之缘，但一直没有机会深交，既然刘小姐这么说了，那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跟刘先生认识一下。一旁的钟云秋连忙道：干爹，您得赶紧问清楚子韬的下落啊，子韬现在生死不明，万一出事就完了。刘曼琼下意识地说道：钟子韬没有生命危险。钟云秋脱口质问：那他到底在哪？洪元山这时候打断了钟云秋，开口道：云秋，不要这么激动，刘小姐既然说了子韬没有生命危险，那就肯定没事。说罢，他微笑着看向刘曼琼，呵呵笑道：曼琼小姐，麻烦给你的爸爸打个电话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他。好，刘曼琼不假思索的便要掏出手机。这一瞬间，叶晨想拦住他，毕竟这件事情在叶晨看来没有那么麻烦，要么自己动手把这帮人干趴下，要么让万破军进来把这帮人干趴下。把他们干趴下之后，再就这个场地，这个时机来个升堂审案，洪元山、钟云秋、钟子韬，甚至眼前这个林教头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让他们体验一把什么叫灭顶之灾。可是眼见刘曼琼3番5次要替自己挡灾，他心里也多少有些感动。刚好刘曼琼又想叫刘家辉过来，叶晨便想着不妨就借坡下驴，给刘家辉一个机会。若他真能办点人事儿，那钟书的事情自己可以看在刘曼琼的面子上，稍微对他从宽处理。